当我们以为龙目岛只有碧蓝的海水、热烈的阳光和星罗棋布的离岛时，一个更神秘、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虽然龙目岛有着绝世惊艳的海景，但是它最闻名于世的是它坐落于整个岛屿中北部的林贾尼火山。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同时呢，它也是一座拥有数百座活火山的一个火山的王国。那么在前几集视频中呢，我去了位于爪哇岛的布鲁姆和伊真火山。那么这次呢，我又来到了印尼最著名的火山之一的林贾尼火山。虽然说林贾尼火山呢也是一座活火山，但是它并不像布鲁姆和伊真那样处于常年喷涌的状态，而是保持着常年的沉默。哇，你看这前面就林贾尼，哇，好壮观！我的妈呀！我们驾上摩托车呢，从位于岛屿11点方向的邦塞尔码头出发呢，我们的目的呢是位于岛屿差不多2点方向的一个镇，叫做巴岩。哇，好漂亮！前面，你看前面这山，这就是我们正前方，看到没有？林贾尼火山，好吧？现在已经在这个云里面。那么当你到达巴岩小镇以后呢，有2条路可以选择，继续往东边走呢，就是继续环岛。那么如果你想深入探访林贾尼火山区域的神秘壮阔的山景的话呢，你就需要往南边的公路一直往火山脚下前进。那么我们在巴岩小镇呢，随便找了一家路边的餐厅呢进行晚餐。那么这家小餐厅呢，虽然是我们临时在路边发现的，但是不论是环境啊，还是用餐的这个质量啊，都是非常的高，的确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那么享用完晚餐以后呢，我们就要去找今天晚上要入住的酒店了。花园小别墅。印尼龙目岛高档农家乐。那么我们入住的旅馆呢，是在火山脚下的小村庄，叫做巴纳鲁呢，我们临时找的。那么这个火山脚下的小村庄呢，也是所有想徒步和攀登林贾尼火山的徒步运动爱好者的一个集合地和大本营。那么当然了，我们这次呢就不徒步林贾尼火山了，我们会入住在森纳鲁小村庄的目的呢，是为了探访这个神秘的叫做桑当吉勒的一个瀑布。在这个地方无人机器，这地方无人机。那么这个圣当吉勒瀑布呢，其实有一大一小2个瀑布。当我们进入入口，那么向下徒步大概500-600米的样子呢，我们就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小的瀑布。那么这个小的瀑布呢是比较容易到达的。那么许多游客呢在这里打个卡、拍个照呢，就匆匆的回去了。因为其实更大的瀑布呢，在更深入的后面的林道里边，可能要再向前徒步大概3公里左右。那么当时呢，我们仅仅看到这个小的瀑布呢，就已经感觉非常的惊艳，非常的让我感到吃惊了。因为这种瀑布的这种结构和这种构架呢，在中国包括在马来西亚呢，我都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它呢其实是一个2级的瀑布，上面的一级在山顶到半山腰，然后半山腰积成一个水潭之后呢，再次滑落到山底。那么甚至当时呢，因为一天下来也比较累了，我们当时呢也想参观完这个小瀑布呢就此回去了。但是一想呢，来也来了，大的那个瀑布呢，无论如何再辛苦呢，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去看一下。然后呢，就随着一些徒步的游客呢，我们继续往山里慢慢的深入。在来之前，我们看攻略呢，说要找到大瀑布的路呢，必须要请一个当地的向导，因为去寻找大瀑布的路呢非常难走，而且容易迷路。那么当我们真正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发现呢，其实你只要顺着小瀑布留下的那个水的水源的方向走，就可以顺利到达大瀑布的所在地了。你来，对不对？
放心啊，这水流很急的，稍微小心点。但是可能我说的简单，真正通往这个大瀑布的路呢，的确还是非常艰苦，尤其中间要跨越将近3条到4条河流，你必须涉水通过。那么有一些游客呢，穿着非常名贵的那些旅行鞋或者皮鞋的话呢，遇到这种涉水路段呢，就要犯愁了。那还好呢，我们一行人呢都是穿着凉鞋跟拖鞋。那么走了将近1个多小时以后呢，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神秘、壮观但美丽的大瀑布了。好多时候呢，当我遇见这些壮美的风景呢，我发现自己就会词穷。说出再华丽的词藻呢，也无法形容我所看到的美景的1/1000的感受。那么好在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用手机、相机、无人机随时来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那么此时此刻呢，也无需我再多言，大家随着我无人机的镜头来观赏这难得一见的奇景吧。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来到了林贾尼火山区域，如果你要徒步火山顶的话呢，需要预留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哪怕你不去徒步火山，仅仅只是游览这个瀑布区的话呢，也需要花上整整1天的时间。所以说呢，大家要留足充足的时间，在路上呢也准备好充足的水分和食物。当我们告别了瀑布脚下美丽的小村庄巴纳路以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巴颜镇。到巴颜镇以后呢，我们往东边走，我们继续环岛。那么这时候环岛呢有2个选择，一个呢就是继续沿着海岸线前进，那么还有一条路线呢就是沿着3级线前进。那么因为海岸线这条路上的这个风景呢比较单一，也不外乎就是一些海景。那么在前面呢，圣吉基沙滩这边呢，我们看海已经看得非常多了，所以我们选择走3线，就是往山里穿越的这条线。那么我们走3级穿越线这条路呢，第一站呢是到一个叫做桑巴润的一个山里的一个小镇。那么这个小镇呢，其实和前面我们待的那个巴拿路小村庄一样，也是林贾尼火山下面一个徒步爱好者的一个集散地。那么这里呢，同时呢，也是一个攀登林贾尼的另一边的一个入口。那么相比安静的班纳路小村庄呢，这个桑巴润小镇呢，就显得更加繁华跟热闹一些了。那么在这个镇上呢，有非常多的旅行社、户外用品商店、饭店和民宿。同时呢，它也有一块非常美丽的一块田野，这块田野呢，也是许多旅行家和网红到这里打卡和拍照的一个地方。那么当我们的摩托车离开了桑巴润小镇以后呢，就面临着一段非常困难的一段非常陡的上坡路啊。那么对我们的小摩托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同时对我的驾车技术呢，也是一次考验。碰这东西。当我们的摩托车快到达山顶的时候呢，路边呢有一个观景台。那么在这个观景台呢，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不但是人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小摩托车呢也休息一下。因为像这种风冷的只有110cc 的那个摩托车呢，在长时间运行的时候呢，必须要让发动机冷却一下，不然容易动力衰减甚至拉缸了。这个观景台的风景呢也是非常赞的啊，我们可以眺望远处的桑巴润小镇和高高耸立在云巅的林贾尼火山。那么这个观景台所在地呢，应该是我们整个林道穿越路线的最高点，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山谷的一个垭口，所以这的风景呢非常棒，同时呢风也非常大啊。
那么在这个垭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车呢就要渐渐的往山下走了啊。我们要到这个龙目岛的另一边，也就是到达整个龙目岛，按照时钟来说的话，差不多应该是5点钟到6点钟的方位。那么路程的一开始呢，我们的摩托车呢始终是在一条蜿蜒在原始森林中的小林道里进行穿行的。这条路呢非常安静，也非常美丽。那么渐渐的呢，远方的城镇跟人口呢慢慢密集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呢就渐渐接近我们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就是美丽的库塔海滩。